OK， 今天和很多好朋友相聚在这里，我们聊一下 MBTI，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在饭桌上或者是在一些陌生的社交局当中聊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大家见到第一面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楚楚和张张，欢迎你们，然后你们打个招呼吧，跟大家。Hello，大家好，我我叫楚楚，呆住了已经。好，大家好，我是张张。欢迎，已经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了。刚刚已经在开始之前已经聊了太多。是这样子的，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要不先跟大家都说一说我们每个人自己的 MBTI 是什么吧？可以，张张先开始。我的 MBTI 其实前段时间一直在跳来跳去，之前是 INFP， 然后现在变成了 ENFP。我的话就是一直是 INTJ。很坚定的一项。对，我是也有在跳动。我刚开始测的时候是 ENFJ， 但是现在变成了 ENFP， 变烂了。你还变过贱人？我以前很 J 的。好吧，我的 MBTI 是 ISFP，我前后测过3次都是 ISFP。你也是很坚定。对。但那么多道题你做起来不累吗？我每次看100多道题，我说测一次就足以了，真的。不是90道吗？怎么是100多道啊？它有很多种题，版本应该是。但就是大家刚刚说了，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就是 MBTI 是什么？它是一种16型人格分类的一种测试，对。它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好像就是荣格心理测试。对，他会把就是我们的性格啊，或者是一些行为决策或者生活方式分成4种类型，然后这4种类型下面对应2种不同的方式。对，然后所以分成了16种，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 MBTI。大概就是这样了。对，而且好像就这些字母组成起来，其实大概当知道你这4个字母是什么了，我就大概知道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对，就是大概了解基本的判断。我感觉这个还蛮准的，其实因为分的还挺细的，就比一些星座我是会觉得更符合我本人的性格什么的。确实，对，而且我觉得他在有一些社交场合还是蛮。就是能快速破冰的一种利器，对吧？太是了，对吧？就是你瞬间跟他说，你是什么什么人格？他说我也是，或者说我知道，就是可以从这儿做一个话题切口，就立马就说，我们2个人熟络起来。是这样。对，但是好像比较出名的就是 ENFP，就是快乐小狗，这个名声打得很响。小狗吗？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快乐小狗。你身边有2个。哇，2个都包围住了，好棒，很幸福啊！快乐小狗是这样子的。很受大家喜欢，对，开心果一样。好，那我们就是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自己的 MBTI 的话，你们分别会用什么样子的词来描述你们？就除了 ENFP， 首先排除快乐小狗，排除这个刻板印象。对，排除这个刻板印象，或者你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的 MBTI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除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之外的。我想好了，那你先说。敏锐的情感共情者。哇，这是你本人还是你的？我本人，我自己个儿觉得的。MBTI 就是 MBTI，我的 MBTI 让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对，我还是蛮赞同的。就像吧，对他们有人说 ENFP 的有一个关键词叫钝感力强，其实我不太认可这个词。我也不认可。我觉得我们是那种高敏人的那种人格类型，就是我们可以特别敏锐的去洞察到别人那种比较细小的情绪，对吧？就是可能。别人的一个表情变化，我好像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开心了？就可能人家没有这么想，但是我们会想。那你洞察一下我现在表情变化。你干嘛？你脸抽筋了？脸抽筋了也让我猜吗？我以为你会洞察到，好吧？就是在一些场合之下嘛，对吧？对，还有就是情感共情者，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好像就是因为他敏感嘛，所以他会更加的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而且特别能够去。反正我会带入我自己，对，非常但是真的和我就是完全相反，就是我会是他们说我这个那个 MBTI 的话是会比较冷静冷漠，就很难去带入别人的一个感情情绪，所以他们说钝感力比较强，就很难去察觉到别人的一些情绪，而且我觉得还蛮符合的，因为我觉得像 S 人好像是要偏理智一点
可是他是 N 人不是那个 T 人啊 ，T 人，对 T， 就是我觉得 S 和 T 都稍微要偏理智一点。对他们说 T 是理性思考嘛，对。后面我们会详细的把它拆开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不同的区别。那如果我用一些描述来描述我的 MBTI 的话，我会用一句话，就是到时候再说。就是 ISFP 特别喜欢说到时候再说，就或者是随便吧，随缘。对，就是一个比较佛系，确实太佛了，就还好吧。你说完了之后，我突然感觉，确实平时跟他说什么还好吧，都行啊，都可以啊，好呀，可以啊。但是我是这样，我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不行，一定要马上确定，不然我就会比较焦虑。对，你是全场唯一一个 J 人，对，所以每次好像和你们3个出去玩，都是我在做计划。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是一个负担或者很累的事情，就是我做计划的时候感到开心，掌握在手里呀。而且最主要的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什么的，就是那倒是都可以。T 人都挺随缘的，都很随缘。有你做计划，高兴还来不及，开心的样子。太好了，有人做计划了。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也是跟一堆 P 人朋友们，然后呢，就到目的地了，他们问我明天去哪玩，我说。就是我会做 PDF 嘛，我说 PDF 里面有写啊，然后他说那个 PDF 过期了，他都没点开看，从未点开看过。我觉得现在微信很好的，它可以预览，因为我很多时候其实会预览，我会点开看的。其实鼠鼠上次特别让我震惊的是，我之前要去一个别的地方玩嘛，然后正好。楚楚好像做了关于那个地方的一整个 PDF， 我说给我一份吧，然后我点开那一瞬间我就直接关上了，我说好多页密麻麻不止，我说算了吧，随遇而安吧。天哪，你不成功谁成功？哇塞，天哪，我都不敢想做成 PDF。就是为了今天看这个聊这个话题嘛，我还特地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就是刚刚楚楚提到的什么富豪榜之类的，我就搜了一下，就是排名哪些 MBTI 的富豪榜会比较多一点，这种人格会比较多一点。我看了一片，没有一个是黄人，就是像我们这种 ISFP 这种小黄人。有游子人，有绿人，绿人也比较少了。谢谢。游子人有绿人，还有那个小蓝人是吧？那个颜色是青蓝。不是蓝小蓝人，小紫人，小绿人，小黄人。对呀，我是小黄人啊。对啊。你可以做第一位，你可以做。我将成为第一位福布斯排行榜的小黄人。OK， 那我们先简单大概过了一下这个整体的 MBTI 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它是分着非常详细的。首先第一种，它是我们的能量来源，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 E 人和 I 人。好像很多人听到这个 E 人和 I 人就会第一反应说E 人就是外向的， I 人就是内向的。但其实好像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哈。对，就是它是 E 人，他的能量来源或者是情绪来源是靠跟大家相处，他可以获取到能量，从外界获取。对，I 人是靠可能自己独处，自给自足，对，获取能量。那我们就是针对于这个 E 和 I， 你们自己平时获取能量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嘛就是独处。很喜欢一个人待着，但是不是说我完全不需要和朋友们社交，而是说我会觉得说独处的时间更能让我感觉到内心的一些安静，而且对我很喜欢就是自己单独待着的时候去思考一些可能之前的一些经验什么的一些经历。对，不行我完全跟他相反。我应该跟拉姆一样，我是很喜欢从跟朋友去社交的时候，我去从中汲取那种快乐和力量。如果你让我一个人独处 OK， 但是如果让我长时间的独处的话，我会觉得不行，完全不可以。我需要朋友去陪我玩，跟我聊天。是的，一个人太痛苦了，我觉得。我是那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会很开心，但是就是我回到家，我就会。要不如释重负，就是我朋友经常说，我可能玩着玩着，突然就好像宕机了一样，就已经关机了，就是我已经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对。那我知道拉姆现在是在独居啦，张张你现在是独居吗？我从小到大好像没有独居过，没有独居过，我没有独居过，我都是跟我大学毕
一直到现在都是跟我闺蜜2个人一起合租，就一起住，然后养了猫，然后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之间还有狗啊什么之类，会遛狗，会养猫。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我所向往的，我没有办法接受独居。所以我有时候，我知道拉姆是不是也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在合租？这几天是吧？而且我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睡好？我觉得原因就在于从圣诞节开始到前天晚上我都是跟我朋友一起的，我没有一个人待过。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我自己在酒店了，我就死活睡不着。你可以过来找我呀。对，应该发个到的太晚了，发个信息。所以你还是享受和朋友一起生活、一起相处的过程。对，而且这段时间我就会感觉好幸福。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可能自己待久了，待着我就会 emo，说好孤独，好难过。但是这段时间跟朋友待在一起，就是哪怕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就会觉得 just so 又怎样了，就是这样子。小侯也是。我刚想问楚楚，我先问你吧，就是如果你和别人合租或者一起相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你会觉得很消耗吗？我不会，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和我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合租嘛，在悉尼那边，但是我是会需要一个独立的房间，就是不能说是睡的睡一起这种。对对对，不能，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独处的空间。对。那拉姆是跟自己的朋友分开，一人一间吗？我以前是巴不得别人跟我一起睡那种，但我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近2年我就是还是觉得更多时候还是习惯自己睡。但是我会喜欢跟朋友睡。我们家是3室2厅，有一个厅是客厅比较大的，然后我放一个特别大的沙发床，然后我跟我的闺蜜我们2个人住了1个月的客厅。我自己一个人住了1个月的客厅。不是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房间太大了，就是我的我那个房间的床超级大，我自己睡进去我会觉得不得劲儿。然后我觉得那个沙发就小小的，刚好把我包裹在里面，就那种拥挤的感觉。而且很暖和。我是很早就开始独居了，感觉就是独居它有自己的好处，就比如说我干什么我完全不用考虑我室友的感受状态啊，就是比如说我不用担心我大半夜我看电视会吵到他，或者是我早起噼里啪啦把他吵醒，这种就会让我这个方面比较舒服。但有时候I人不是代表他不需要朋友了，就是我还是很需要朋友一起和我一起出来玩，在我空闲的时候。是，而且我特别喜欢邀请朋友来我家里玩，超级。就是我刚开始独居了之后，我就给我朋友发消息，我说我自己住了，你过来玩；我自己住了，你过来玩啊！什么时候来南京找我玩啊？就是给我朋友全部都这样发消息。就是巴不得把他们都邀请过来玩。我现在看拉姆好像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呀，完全复制粘贴了。我会疯狂跟我朋友发消息，我说快，我家没人，你快过来玩，快过来玩。是吗？我也是这种，这样子。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对，但我要强调一点 ，ISFP 是 I 人当中最 E 的。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能感受得到，你是感受到了我。对，我之前一天我感觉到，其实我感觉小侯跟我这个所谓的艺人比起来，感觉会更艺一点。我觉得他才是那个艺人，是吧？对，没有啊。但是 INTJ 好像是 I 人里面最 I 的，是吗？对，但是主要是可能你们就是3个都挺艺的，就挺活泼的，就不需要我。但是有些场合，就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全是 I 人的场合，我就会扮演那个打开场子的人，为爱作揖。哇哦！然后这能播吗？这能播，会逼掉。我要做揖不对吗？这什么？不是，就是听着有点做艺人是吗？对啊。好。他们说也是，他们就是说，可能I 人会模仿E人，戴上社交面具的那种感觉。对，我之前还被有人问到过，就是我在面试邮件的时候，我的 PD 就问我，他说你现在是戴着社交面具和我们聊天吗？他说我就是当时表现得很活跃，就是很打开话匣子，又不像个 I 人是吗？对，但我平时自己私底下还是什么呢？话也没那么多哈。我觉得你的 I 是体现在情绪稳定上面，他情绪超级稳定。天大的事儿感觉他都不慌，真的就目前相处下来，我觉得我会觉得其实有点情绪稳定，像那个水豚，我有说像机器人，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真的。
感觉你把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对，哎，那说到这个情绪稳定，那如果你们遇到emo 的事情，或者是遇到很难过的事情，你们艺人通常会怎么做？比如说立刻发消息给好朋友说，我好难过，你快来安慰我一下，还是自己消化一下？完全没有自己消化，没有这个选择。我还是分情况。我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能自己消化的，我就自己消化；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实在自己消化，那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emo 到了凌晨3点左右，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越想越难过。我就一边崩溃大哭，一边直接给我朋友打了视频，管他在不在睡觉，直接就是一个视频打过去，然后就是对，跟他聊完之后，瞬间好多了。会这样，就是艺人的话，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就是自己没办法消化的时候，就是看能不能就是让朋友去帮我们开解一下。是的，其实并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结果或者是方式，只是想要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让你给我一个反馈，倾听一下，对，听一下就 OK 了。其实听起来像朋友，像你们的那个移动充电宝，就是没电的时候，充一下电，朋友拉过来给我充一下电。对，是。那楚楚呢？你先说，我想听一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因为咱俩都是 I 人啊。对，但其实我真的自己能 handle 很多问题，我能就是大部分的情绪问题，我很独立了。对，我很独立了，我自己都能内化掉我的情绪，内耗掉，都能内化掉我自己的情绪，除非有一些我实在是忍不住的，我可能会找自己的好朋友说一下。但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过一些吧。没想起来，主要是。楚楚呢？我也是，我会习惯性就是自己解决掉很多自己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想说把我这种情绪带给我的朋友们，影响他们。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朋友们其实也帮不了什么，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就会。就是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就会思考怎么解决它。然后如果我觉得没办法解决呢，我就会丢掉这个负面情绪。我说那睡觉吧，要不就吃一顿好的。我也会睡觉，睡觉会好很多。对，睡一觉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突然想到，那你们会比如说难过的时候会开直播吗？最后开直播分享一下自己的情绪。家人们，我现在好难过，是吧？网友当做自己的朋友，自己难过了，先不擦眼泪，先开直播，一边哭一边跟他说：“家人们，我遇到难事儿了，我好难过，怎么办？家里的茶叶卖不掉。” No， 我完全不行。我每次开直播前，我会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我需要做好，我就会想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大家。而且我觉得其实直播对我来说还蛮消耗的。对，就是你播完会觉得终于，虽然其实可能大家聊的问题也都很日常，但是就是会让我感觉到有一些累。对。就比如说我们进行完一场聚会，比如说现在我们热火朝天的聊完之后，你们回到家之后是会意犹未尽，就说哎呀怎么还就回来了呢？还是终于回来了？我觉得取决于那一天干了多少事儿吧，因为艺人的精力其实也是有限的，只是可能相对于 I 人来说，他更能持久一点。对，如果那一天我真的已经去做过很多事情，去过好多地方，也走了好多路，我可能也会有点累。对，确实是这样。是这样子，但是到家之后会很开心。对，就不会说哎呀，终于聊完了，而是会觉得说哇，今天一天很充实。对，我也是，就这样子，感觉没有白白浪费这一天。那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就是为什么艺人和 I 人他这个获取能量的方式不一样？好深刻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明明大家都是人类，或者是大家都是同样的年轻人，为什么有的人就喜欢和大家社交，或者是靠社交来充电，有的人就是靠安静的独处来充电呢？会不会是因为成长经历吧？环境的不同，可能艺人就是从小就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周围的一些正向的反馈，所以他们可能会更喜欢和别人打交道。我是这么感觉哈。那你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人吗？对，我其实从幼儿园我就是住宿，对，就住在学校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就可以自己完成，就养成了一个我也不太喜欢
和别人分享我要干什么，我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好像没事，张张你先说。但是我也是从小就住宿，但是我跟楚楚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会更喜欢去身边，我更喜欢身边围绕很多朋友，或者说有什么忙的话，我会更倾向于就是大家互帮互助，就是会更依靠朋友一点。我是那种类型。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好像就是我身边也有蛮多朋友，但他们有事儿喜欢来找我解决。对。那我和楚楚有点像，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是朋友来找我帮他们出谋划策这种，所以我们形成了稳定的这个内核哈。谁内核不稳定了？谁内核不稳定了？没有说你们这个内核不稳定的意思了。OK。但是我理解的是，好像艺人会更多的想要去获得一些别人的关注。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那种从小就喜欢去参加各种活动，学校里，然后上台这种，我觉得有很多同学关注到我，然后认识到我，就好开心这样。我是这么理解的了。感觉爱人可能更社恐一点儿。说社恐，我感觉我也不社恐，也还好，其实就是如果别人来找我搭话，我也很可以融入进去这种。不懂，但是会更偏向于被动。对，好像是被动多一点。对，就我不会主动去找，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场合，我不会主动去找一个人搭话，这样子。那我们好像是会的。我分情况，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具体事情我想不起来，就举个例子，可能是我正在排队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前面那哥们儿正在整什么东西，或者说前面那个人他在说什么，刚好我知道或者我感兴趣，就可能会插2句话这样子。我会跟说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完全不会，我完全就是跟谁都能唠2句呗。对。然后包括或者说那天。这样子吧，我突然想起来，前2天我去一个那个小酒馆里面，然后当时就听那些歌手唱歌嘛，然后当时我坐在那块儿，我跟我朋友过来，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位置上面刚刚的人他们有没有走，是真的走了还是只是出去透气。我们俩坐下来就在那儿，我们俩就在说，他们走了吗？他们真的是走了吗？他们走没走啊？我们俩就一直在说，然后前面坐了2个就是年轻人，然后就转过来跟我们说他们走了。我说好，谢谢。但是如果是爱人。会就是说主动的去跟别人这样讲，可能还是会选择。我甚至我讲一个很具体，就是而且是经常发生在我生活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游，然后不是要找具体的可能一个餐厅或者什么的位置嘛，我都会更倾向于看导航，哪怕说我其实并没有那么能读懂这个地图，我都会选择跟着手机，而不是说去问路人。我是会问路的那种。我也是会。但是如果那个餐厅离你很近了，可能就只有200米左右，你看地图是完全你分不清具体方位的话，死活找不着，你还是不选择去问。不，我会先看看我身边朋友们愿不愿意。对，你会我会对，我是那种。一般的话，我跟拉姆应该是一样，我俩会直接选择问一个人说艾叔或者那个阿姨，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我们是这种类型的。我会就是直到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我才会去问别人。我突然又想到一种很大的区别，就是你们平时更喜欢打电话还是发短信？就比如说一个事情要把它说清楚，你会更倾向于别人给你打电话，或者你打电话跟他说清楚，还是只是发信息给他通知清楚？打电话呀，视频电话呀，2个人对面讲啊。No， 打电话方面太多了，就是而且能看见对方的表情啊，肢体语言。而且我觉得发信息会曲解意思，因为每个人对于一个消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们就是发短信吗？会？我很抗拒打电话和接电话。等一下，那微信你们喜欢发？语音条还是打字？打字，我除非就是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或者我在走路的时候会发语音，甚至他们可能会语音转文字。对，我会在陌生就是面对可能没有那么熟的，我会语音转文字。对，但是熟的人也是语音。而且我最讨厌就是视频通话，其次就是通话。对，视频通话我太喜欢视频通话了，我很喜欢朋友有事没事给我打2个视频电话。我也是，就是我现在身边倒是就是朋友们打给我会接，但是我一般就是不露脸，可能就是给他们看一个那个天花板这种，然后他们说看一下你呗，我就看一眼 OK，对这种。
那你们就是在别人跟你们聊微信的时候，他们给你发那种长的语音条，你们会觉得有点冒犯不舒服吗？还是说还好？我会转文字。对，但是我转完文字之后，我会再听一遍。对啊，我是先转文字，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语气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听语气真的很容易误会，就像上次我跟你讲的那个事情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看文字就是为了要看清楚它的意思，我对它的这个语气好像没有太在乎。而且我觉得看文字会快一点。对对对。可是语气很重要啊，很重要啊。比如说，问你在干嘛，就是说，可能他心情好一点，他问你，哎，你在干嘛呢？但如果说你惹到他了，你在干嘛？就这种，就语气完全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两个艺人表示不及，怪不得我们比较敏感哈。对啊，我们就很敏感呀，太细腻了。但我也承认，我感觉我自己也挺细腻的。我好像好吧，可能细腻的点不一样了。我可能是不太在乎别人就是说话的。我们可能细腻的点比你多一点，广一点，是这样子的。OK。哎，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张张就是会在I人和E人之间来回这个摆动。我感觉这个可能是和每个人当时身处的环境有关。就是我I人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大学刚毕业进入工作的一段时间，对，很焦虑，然后非常焦虑。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职场的完全的不适应，就是没有办法去说交到朋友啊，就是跟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性质了，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从社交中汲取一些原来的能量，我会慢慢的趋向于变I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待着会让我更舒服，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跟我一起去居住嘛，然后他的公司离我公司很近，两个人可能就是慢慢又回到大学这种状态了，所以导致我又变成了E人。这样子，确实。那你们的身边是E人朋友多还是I人朋友多？没统计过。E人多一点吧，哎，一半一半吧。我感觉是一半一半耶。我身边几乎全是E人耶。就除了就说楚楚他们是比较I的那种人，几乎全都是E人。你们觉得这个刚刚因为说这个E和I和那个生长环境可能有关系吗？但是不同地区，比如说南方和北方的生长环境就有差异。那你们觉得这个E和I和这个地区有关系吗？比如说东北，它的E人就会很多，像一些南方地区可能I人就更多。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我需要拉一个表格来做一个统计，我统计一下，告诉你答案。我感觉会有一些关系吧，有，就是你像地区文化原因嘛，你像北方可能会更崇尚于举个例子来说吧，对，举个例子，特别明显就是东北那边会有那种炕嘛，大家会聚集在一个炕上面，就是像我们一堆人坐在一个炕上躺在上面聊天，就是北方人比较喜欢这样。但南方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习惯于说我们一起就是躺在那么大个炕上，或围坐在一起去唠嗑啊或干嘛之类的，然后可能就这种更注重私密性一点，对，他们会更注重自己的私密性，然后这种环境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南北方从各个因素什么都有一些差异，然后可能说北方的E人会多一点，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这么猜测的，但我不知道实际的统计数据是如何了，因为有没有统计啊？谁能统计一下？谁能现搜一下？怎么的？好吧，这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也蛮多灵感乍现，很多灵感，不仅仅我抓了很多灵感回来，这个也是他刚刚这个是模仿我之前的一些创意了。什么？抓灵感啊！我的孩子。对，OK，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见面就是谈论E人和I人，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见面。好像就是会谈论你是E人、I 人，或者是你是 P 人和J 人比较多一点，是很少有人会谈论 S 和 N 或者是 P 和 T 和 F， 对，好像很少有人会谈中间这两个。确实，我讲老实话，其实，在咱们说要聊 MBTI 之前，我对我中间这两个就是代表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我说这中间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现在聊一下中间这两个字母吧。首先是那个。S 和 N 呢，一个是实感型，S 就是实感型，N 可能就偏感受型。对。那你们好像都是 N 人，对不对？对。那你们可以先聊一下 N 人，
就是对于这个怎么归类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是因为我前几天不就是在看这个 MBTI 中间2个字母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跟你一样是 S 人，然后他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来分辨S 和 N 人，就是你看到一个云朵，你会怎么形容它？像一只绵羊。啊？真的吗？你会怎么形容？等会儿我想听听你会怎么形容。我吗？我之前也是说，我说像棉花糖，然后软乎乎的感觉。你会怎么形容？我会觉得有点像棉花啊。我也想的是棉花，是不是像棉花？对，但是其实一般典型的 S 人会说是白色。就是很具体的东西，对，这就是实感的来源。我突然想起来了，他们说，S 人是比较具象的，N 人是比较抽象的，对，所以他们一般就是可能白色的、不规则的这样子。那我被开除 S， 再测一下。S 人是务实性的，然后 N 人是比较想象力可能稍微丰富一点，这种理想主义者。我就前段时间看到这个。比如说旅行当中，S 人和 N 人他们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也会有收集，比如说票根，或者是车票，或者是记录拍立得这个习惯吗？有。你也被开除 N 人了啊？真的吗？我不知道了。我一般我不会。但我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喜欢收集。我小时候喜欢收集风铃，长大以后就喜欢买冰箱贴，因为冰箱贴是就是所有旅游的地方一定会提供的一个东西。对，我现在特别喜欢就是拍立得，我现在就是买了一个大的那个拍立得相册和一个小的拍立得相册，一个放迷你的拍立得相纸，一个放 wide 宽幅的拍立得相纸。就现在很喜欢记录这些东西和收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算是符合 S 人的一个特征。那怎么办？怎么办？融合了。你想表达的是 S 人他会以一个具体的照片这种东西来进行留念回忆，但是我们 N 人可能是脑子里。对，就是觉得在回忆，因为我以前属于那种我根本想不起来拿手机记录，我就觉得这个美景在我的眼睛里，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眼睛才是最好的照相机，我会更加的让自己真实的去体验其中，这样子。就是我之前可能会是那样，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与其说是拍照，我更希望我是整个人当时沉浸在那块的，就是不想去说我光顾着拍照，我的眼睛只是盯着屏幕，好好感受一下。对，我想好好去感受。是这种类型的。对，然后你们是需要一个很实际的拍立得啊、照片啊，类似于这种。其实也不完全是，但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纪念品，就是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就一定要带一个当地的特色，或者是在这地方买一个东西，说明我来过这里，证明我来过。对，就是我如果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回想起来，我当时来过这里，就是我的情感会更加真切一点。那你这个很挺 N 的感觉。是 S 吧 ？S 是 S 吗？有点 S 的，就是以一个具体的物件去承载那时候的回忆，对吧？那会不会我喜欢这样做，是因为我记性没有那么好？也是有可能吧。可能你也是强迫症，就是喜欢这样子做。不懂，对，有的是。就比如说，你之前就是有收集冰箱贴的习惯，但是你之后去了每个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强迫自己收集一些当地的冰箱贴之类的。有可能是吧？对，因为我也喜欢这样子做。完蛋了，都重新测一下吧。很神奇。这也说明可能每个人也不能完全被这个字母所代表，可能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异。是因为每个字母它有那个比重。对，可能我的比重就刚好，差不多一半，接近一半一半。我之前的理解是，就是他这个16型人格肯定，因为我们全世界有那么多几十亿人嘛，然后他这个16型人格，我觉得我之前的理解就是他每一种人格代表一种标准的人格，你测出来的 MBTI 是最符合这种人格的，但是也不是完全相似的。比如说我是 ISFP， 我可能符合 ISFP 这种典型人格的60%的特征，然后剩下的40%的特征可能融合了其他的一些 MBTI 的这些特征。对，也就是其实比重的问题了。是，对，只是帮你大致的分一个方向，对，我觉得细节还是不同的。
哎，你说吧。我刚刚说到旅行嘛，因为感觉大家都很喜欢去玩什么的。那你们会不会因为就是某种味道，会让你回想起一些味道吗？旅行经历，或者声音？就比如说你吃一个东西，你吃到这个，你说哎，这个我好像在哪儿也吃过这个味道，就类似于这样子。潇湘阁的那个小炒虾很好吃。谢谢。那怎么会想起来你去过湖北？不是啊，就是来北京，我吃了，就是第一次吃的那个小炒虾，就让我念念不忘，所以之后每次来这个北京都想吃那个小炒虾。我也是，就是我会在每个旅游的城市，我都会留下我必吃的一些菜，是吗？对，然后我下一次来我还是会吃。然后我想到这个，就是因为我真蛮爱吃的嘛，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第一个涌出我脑子的记忆就是我在哪吃了什么什么好吃的，这样子。对，吃遍天下美食，我的梦想。哎，之前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我去旅游，我可以就是不拍照什么，但是一定要把当地的美食吃了。对，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美食一定得吃。哎，那你们是那种会比如说去到一个城市会想要去挑战一下当地的一些可能比较小众的口味，还是说还是比较经典特色？对，经典。就比如说北京不老说要来吃豆汁，你们会尝试吗？我有自己的安全区。我尝过。你呢？我会给自己设立安全区。我也没有。我会，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尝试的人。可是就是很难喝。我知道啊，我没有攻击啊，我知道，就是口味不一样，对，不太符合我的胃口。我知道，我就是来北京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尝试，然后当时我就喝了就没喝过第二次了，但是我愿意尝试，就觉得来了一定要试一下。对，我觉得很新奇。我说大家都说这个怎么样，我说那我看看我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受，就类似这样子，想让自己也去经历一下。那比如说你们比如说点外卖的话，会更倾向于说点自己常吃的，还是每天可能换一种口味？常吃吧，这个还是要以好吃为主的，就是而且我遇到一家好吃的，我经常点，我就几乎那段时间都会点它，点到老板都已经认识你了。对，点到老板就不给我塞小卡片，直接给我微信转账，好评转账了。我完全不是，我一天要换一家。对。Why？ 你喜欢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每天吃一样的东西，就我一想到第二天又是吃这个，我会有一点点厌倦。即使它很好吃也不行吗？我会不行，我只会期待。我说我期待第二天又吃这样的东西，我好开心啊！对，我也是期待多一点。那这个可能这个和 SN 会有关系吗？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关系，好像这个是生活方式的关系，生活习惯。对，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很模糊的这个2个字母，就是 T 和 F。对，这里唯一的 T 人是吗？我是吗？你是 INTJ。对啊，对，我不是我意思说我是唯一的 T 人吗？是啊，我们都是 F 人。对，我们都是 F 人。那当然就是 F 人，我知道是那个情感型的，T 人是属于理性的。对，比较喜欢以事实来说。在说这个之前，我想问一下，张张，你是学理科的还是文科的？理工的，我是学。应该猜测一下。我是学理工科。你们是什么文科吗？我也是理工科。你是理工科，拉姆呢？我是文科。然后楚楚他是理工科，也是理工科。那只有你一个文科啊？只有我一个文科，是的。我以为就是偏理性的人，理工科人会占大多数。T 人是吗？对。但发现好像也不尽然。好像也不是，好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也不是可能我们学文科也是要有一些理性的这种去判断这个回答的。好吧。行。反正我们 F 人就是会比较偏向于或者是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之前网上蛮流行的一个分辨的办法，比如说有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儿，然后呢他就会问你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
或者说他遇到一个不开心的事儿，你们会是先安慰他，还是怎么说？提出解决办法是吗？先安慰说实话，我知道这个答案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我会提出解决办法先。那你一点都不 F 啊？对啊。但是我测出来就是 F 人。很奇怪。那你呢？你是会安慰还是？看他跟我吐槽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吧。如果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他这个做的抉择会影响到他，那我肯定会抛弃掉说感性的想法，我先要去理性听这件事儿，我到底要怎样，我给你提一个解决办法。但如果平常的那些情绪问题的话，肯定就是那我就不太管谁对谁错了，我就会直接先安慰他，我说不是这样的呀，你没有什么错呀，什么之类的，是这样。那可能是我的这个问题不太，我想想。我想到了，之前就是我朋友他比较难过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好难过，我说别难过。对啊，不就是这样子？我说好气别气，好累别累，对，就是这样子。那你们知道，就是因为我很不擅长安慰别人嘛，因为我真的共情能力有一点点差，所以我会上网，就是他会跟我讲个什么事儿，然后会把他的问题丢到网上，然后我说怎么样安慰等等等等这个情况。对，然后我会挑一个那个最好的回答，我觉得最好的回答，然后用我自己的语气改一下，然后再发给我朋友。那他要是给你打电话怎么办？就是啊，我就边打边搜啊。我知道了，你下次这个手机跟他打视频，这个手机开豆包，你就是让豆包跟你聊打一下就好了。你录一个你的那个声音，让他复制，然后直接用那包豆包跟他。科技改变生活，确实感觉那感觉其实 I 人的共情力没有那么高，和这个理性其实也能对得上。是吗？就是理性的人，我感觉他们的共情能力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的会高一点，充沛没有我们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更看到问题更客观更中立。是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 F 人。但所以是很奇怪的。你重新测一下吧，好奇怪啊！我测了3次都是 I。因为今天晚上再测一下吧。但其实我是能共情到别人的这些情感，只是我会更会想帮他解决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有情绪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可能给别人提供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我们想让他先心里舒服了，然后再去解决。你可能是想直接让他解决，这是你对。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情感上的不舒服或者不开心，但我会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然后再就情感就会解决掉了呀。就是他的感受跟这个问题能否解决，你会把这个能否解决排到第一位，而不是说他的感受。对，因为我觉得能否解决掉他的感受，就是肯定会好。你不觉得吗？问题都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会不开心呢？但是可能对方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太直接了。我可能不需要这么直接的。有时候也会安慰别人。其实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的朋友跟他对象吵架，然后你很明确的知道，如果他俩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大嘛，你很明确的知道他俩分手是对对方最好的一个决定，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想分手，那你肯定就是要首先去安慰他们俩的，就说情感了呀。我本人从来都是劝分不劝和，虽然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没办法看我朋友说那么痛苦，可能会先想安慰他的情绪变得稳定之后，再跟他试探性的提一下说，哎，你看你俩现在就完全不适合，有没有说考虑掉分手这件事情啊？就会慢慢的循序渐进推进一下。而且说到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了，我身边如果有任何朋友他处在情感上的困扰的时候，我反而都会去骂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朋友啊，就是在情感上就是一直在纠结或者花很多精力在情感上的这些困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蠢的行为，只是在我朋友看来，不是代表任何人啊。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些上面。但是我和你们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其实不会太介入我朋友的一个感情状态，就是他们跟我分享，我很乐意倾听，但是我不会去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就是我既不会劝分，也不会就是跟他们讲可能感觉你们还挺合适，要不再试一下和好这种。但我会在结尾的时候，比如说我骂完之后，会结尾说，这个都是我作为你朋友的角度来说，你真正自己要自己把握好自己的情感，这个是我会后面补充的。很严谨哎。对，因为我的朋友肯定是我要站在他这边来讲话嘛。对。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可能旁人的一些任何建议，作为当事人，其实听完就已经
过去了，就每个人的情感状况好像还是最终是由自己来解决掉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好像比如说我们大家拍照片的时候，F 人和 T 人也会有不同的区别。老师，你这个话题咻一下，我就是要抓回来，那个火气就是要抓回来。OK，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你会更喜欢抓拍还是定点在那摆拍？抓拍。我其实偏向于摆拍哈。摆拍。我也喜欢抓拍。我们这下就对得上了。这个对得上了。因为感觉抓拍会更有松弛感，有活人感一点。我是这样子，我是可能就是我就是你们拍照之前会有想好，比如说在什么场景，然后大概什么动作，这样什么姿势吗？完全不会。我会想好，就是我会提前一天查一下那个地方，然后有哪些拍照机位，然后拍照机位完了我会看一下是更适合半身啊、全身还是大头这样子，我会提前做。其实在还没开拍之前你就已经把构图什么的都想好了。我会。然后而且我甚至会设置可能比如说一张大头、一张全身、一张半身，然后这些拍完了我可能会加一点这种 freestyle。 对，就增加一点这一组照片的一些活力、趣味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跟 J 和 P 有点像了，比较 J 嘛。因为 P 人就是随便找好地方就够了。对，只要能赶上天光可以。对，去了到时候看吧，哪能拍就拍呗。对啊，就是可能去旅行了，就是怎么拍啊？看吧，到那儿再说吧。对，这样子的。你说那别人万一发出来是照片呢，对吧？因为我知道，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种生命力的照片，我本人就是特别能 get 到那种生命力的照片。但是对于那种比如说在一个比如说宫殿里啊或者酒店里非常精致的那种照片，我反而不太能 get 到，即使他们很美很好看，我还是更喜欢那种比如说在阳光下一个回头的那种。可能有的时候那种很正面的那种摆拍的照片，和那种一个特别好看的阳光草地下面一个人的奔跑的背影比起来，可能我们会更倾向于选那个奔跑的背影。我懂，因为就是可能从那张照片感受到的是当时那个人的情绪会感受，对，会多一点。对，其实我也蛮喜欢这样的照片，但是我发现太难了，所以理性告诉我来说，为了保证今天的出片率，就是摆拍，咱们要好看为主。对，这样子。就比如说即使有时候我可能动态拍照的时候有一些都糊了，我还是会觉得比较好看的。是吧？我也是。或者说一组照片中你们会觉得哪些照片是值得分享的？会有吗？就比如说这张照片你发到社交平台上，你会怎么样选择？你会有几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足够帅气的OK 对我来说是足够帅气的。第二种是比较搞怪或者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一些创意的一些拍照。三种或者是氛围感的，即使看不清脸，就是那种背影啊，感觉，对，一种感觉至上，摸不透的感觉。对，氛围感。对，大概就是这三种。但其实也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已经囊括了呀，我已经把它介绍完了，囊括了呀。好吧，我还以为大家会有一些不同。你们会吗？什么呀？就是发照片，你会怎么样选择那个照片？可能就是我会更偏向于氛围感和情绪感比较强的照片，就那种硬好看的我反而不会去选它。我是这样的，我不会，我跟那种就是站那儿硬好看的图，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点一般。我更喜欢那种，可能拍一只眼睛呀，或者是侧脸，或者头发随风的那种弧度啊，我会更喜欢那种的照片。确实。你呢？我也是会选那种更有呼吸感、更有创新性的那种照片。我和小猴是差不多的。我是一定要有一张硬美的，对，我也是有一张硬美，要有一张。对，所以我们俩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如鱼得水，非常非常搞笑。当时我们出去玩就是如果对方拍到更好看的照片，我们就是一定说，那你在这个点位给我来一张，再来一张。对，就是会这样，就是拍到你这个，你这个不错，你也给我来一张，给我来一张。那你们会在那个点位一直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为止，才会换下一个点吗？
其实好像是是的啊，我会要拍到满意，但我可能就是很容易满意。对，我说我够了。但是如果他拍到美的，我还再要。但你们俩张脸就是也很难不很快的拍到满意的照片呢。谢谢，爽到了，爽到了，不是暗爽明爽。那你们想想，就是这个 F 人和 T 人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吗？就是在我们的相处当中，除了这个安慰好友这种跟朋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和这个拍照的这个过程，还有什么其他的点能感受到？这个我突然想有点热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是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我们4个人一个宿舍嘛，然后只有我对床的那位室友他是 T 人，我们剩下3个都是 F 人。然后呢，我想起来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啊，但是就是举个例子嘛，是比如说那天我要穿这身衣服弄这个妆造，然后我当时我就会问他们，我说啊，你们觉得我今天这样子好看吗？这个头发这样可以吗？这个衣服这样穿可以吗？然后我会问我那个T 人室友，他每次给我的回答都是还好吧，还好吧。但是你知道吗？等一下，但是你知道吗？我另外2个室友就会说，哎，这个头发很好看啊，这个衣服会怎么样，他就会具体的给你讲出来，就是哪儿好看哪儿不好看。但是我那个，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 T 人室友他是很平淡的说，就感觉没有任何的情感起伏。对，他就说还好吧，挺好看的，就是这样子。我插一句话，问一下问题，你是在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希望别人给你很理性的建议，还是希望就是别人认同你的这个打扮？就是说，哎，这个很好看，给你一些情绪鼓励，还是说指出你这个穿搭有哪些问题，或者有哪些亮点？因为我如果觉得我这身完全 OK 的话，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夸赞我。别人不能读懂你的内心啊。但是有些时候不是看问问题。如果说我对我今天这身非常满意了，我可能就会说，我知道怎么样，我自己搭的很好看吧，我可能会这样问。但如果说是我觉得哪差点意思，我自己琢磨不出来，我就会说啊，你们觉得我这个可以吗？这个上衣可以这么搭吗？然后这么的，然后室友就会，就是 F 室友他就会给你提出啊，你或许换一个紧一点的上衣试试。但是 T 人室友就会说还好吧，差不多啊。哎，但是这样子，其实我也差不多，而且我之前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怎么说？不太擅长，也不太经常夸别人，就或者说，比如说一道菜好不好吃，然后别人问我说这道菜好不好吃啊，我一般都说还可以，但我在我的评价里还可以是非常好吃的意思，但可能身边的人就会说这道菜非常好吃，非常推荐。那你们呢？你们是？我是中肯的那种，好吃我就说好吃好吃不错，不好吃我就说还可以。这也很不我跟你恰恰相反，还可以是我的最低等级。对，我也是，就是除非它特别特别难吃，我会说一般或者不太好吃。不，你会直接跟他说这道菜可以加工一下。他干过。真的吗？就是如果就是特别不好吃的话，我会提出来。就是一般的话，就比如说朋友做饭，他们问我好不好吃，还可以就表示一般。然后挺好吃的，就是还可以的意思。就是我会有一个我好像就是膨胀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比较，我感觉夸别人都会让我感觉小的时候会感觉非常害羞。对，而且我很不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你们会吗？这就是你经常这就是说我不好的原因吗？我的变化就是在这里。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害羞、很腼腆的女孩，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那种。我也是那种不好意思夸别人的。然后可能别人问我就可能在我面前说我今天好丑啊，我觉得这个不好看。我可能以前我就会很不好意思的，我说挺好看的。我可能就到这就结束了，对。但是我现在我就会说根本就没有，你在胡说什么？你这个头发明明就是很……我现在就会这样子。但我现在也还是完全做，但是我现在可能会多夸几句，或者是说情绪更饱满一点这种。那你夸一下我们今天每个人。我愿意，语气难听，愿意，感觉来吧，被3个来吧，从小开始，来吧。今日这个
绿色的毛衣选的和这个白色裤子选的非常好，就是很有少年感的一套，而且和你整个人的气质也非常的搭，非常符合。不如豆包评价，不如豆包了。我要申请一下豆包原著了。拉姆的话就是这个羊毛卷加上这个毛茸茸的，就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很放松，非常适合咱们这个节目，就是看到的时候就对很 chill。然后张张的话就很符合他的性格，感觉就酷酷飒飒的。好了，酷酷飒飒的，好了，过了这一趴吧，过了这一趴有点为难他了，为难替人。那你们来夸一下。来，你先来夸你吗？对啊。首先呢，我觉得今天你这个绿色毛衣显得非常的亮眼啊，不知道是在抓人眼球还是在干什么，反正就是有抓住你的眼球吧，很不一样。然后你整个色系可能是偏浅色系一点吧，然后白色的裤子干干净净的，也很符合你平时在互联网上的这种风格吧，就是少年感啊这种，是吧？然后这个项链是一个点睛之笔啦，一些个首饰的点缀，然后金链耳贴也是贴了。谢谢，观察的很仔细。其实垫肩也是对呀，全部揭开。还有增高鞋垫了。震惊！然后楚楚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卷发整个就非常的温婉，很温柔，也是感觉就是大家平时坐在一起聊天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这个灰色调我觉得就很适合，就是冬天的这种感觉，很居家，很舒服。而这个妆叶画的是就是那种粉粉的、嫩嫩的，非常的就是女孩子那种。很可爱啊，嘴巴也是亮晶晶的，对啊，公主妆今天非常的高贵。然后张张呢就是温婉中带了一点酷飒，因为就是你穿的衣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居家偏秋冬一点，但是你的头发盘起来了，会把你的肩颈线条给露出来，整个人会显得更加的有气质，更加挺拔。然后这个眼线我非常喜欢往上挑的，我将逐帧学习记录来。我的这个夸人词库可能还得再更新几轮。其实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夸的具象一点，对，情感再充沛一点，是声音再大一点，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接受你是一个机器人。是的，没关系。对他们之前老说我是卡皮巴拉。对，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区别吧。好，那我们这个 F 和 T 也聊完了，接下来就是聊一下大家常说的P 和 J 人。这个话题好像经常在学习和工作当中会被提到，就是尤其是在期末或者赶论文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大家常常会说到我一个 P 人，我就在赶 deadline 了，怎么样。对，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P 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P 人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不是很做规划的这样子的一类人，对，没有计划性的，比较自由，散漫一点吧，随心所欲的那种类型。然后 J 人可能就是规划性比较强，循规蹈矩一点，像一切都尽在掌握中。是的，喜欢所有的事情在自己掌握的，我们就喜欢。而我们 P 人就比较喜欢这个事情，有可发展性，对，可发展性，不受自己控制的那种感觉。如果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会感觉哇，好开心，好有意思。不行，我们这人需要很强的秩序感。那如果说在你的这个规划之外，出现了一些可能没有在你计划之内的事情，会让你很焦虑、很焦灼吗？我不会，其实你也会接受它。对，而且我经常，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旅行，我其实已经做好计划了嘛，可能说我们去完这个景点就要去下一个景点，但我有个朋友在前面这个景点就跟我讲，他很累了，他不想继续下面的行程。我说行，那你先在这个地方坐着休息等我，我可能自己花半个小时，因为我真的很想去看那个景点嘛，而且非常难得过来。我说那你等我半个小时，我过去看一下，然后后面就自己一个人前往，而且我非常主动的开口找了路人帮我拍了几张照片。而且非常有进步。对，在那个路上最让我感觉暖心的是，因为那个路程其实比较危险嘛，就会有随行的小姐姐问我说你需不需要帮助啊，可能一起搀扶着走什么的。我觉得这还蛮有，就是会让我记忆蛮深，暖心的。对。那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受非常突发性的，就是说突发就说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录完这个节目，立马就走，随便买张机票我们出去玩，你们能接受吗？接受啊，对吧？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很有意思啊！就我们什么都不带，就现在立马出发就可以走人。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已经买了去威海的。哎呀，我听说过一句话，也不是一句话，就是我刷到过有人说，没有计划性的出行的一趟出行和旅游将会是非常快乐且充实，会意想不到的收获。对，我是完全 OK。你有这样经历过吗？有啊，我跟我朋友们可能就是晚上吃完饭，我就突然跟他们说了一句，我说要不咱们去迪士尼玩吧。那个时候我们在厦门上学，第二天我们直接买了当晚的票飞到上海去玩去了。就什么也不带就直接过去了。爽啊，就很爽啊。但是楚楚你这样的，我有，你可以吗？我有过，就因为我很喜欢吃广州的早茶，然后但是我不是当天，我是第二天早上，然后我就飞过去了。那你还是要收拾，但是你会提前做 PDF 吧？我没做，我那一天没做。那你会回家收拾东西什么之类的？对。但是你什么都不收拾，就现在立马走呢？我不行，我还是不行。而且我去完那一趟，我后面还是觉得还是有点计划比较好，因为我后面觉得那一趟呢，很多时间就因为不知道要干什么而被浪费。对，我们会找点事儿干，对，我就可以就是现在录完，我可以立马走人，拎着我的包走，啥也没有，就到那儿再买呗。是这样的，对，我也是这样子。我还是偏向于就是有计划，对，就我可以接受一点这种偶尔的随机性，但不能经常。那你们出去旅行会？就是可能楚楚他会做一个那种非常详细的 PDF， 你们会大概列一下，就至少要去哪些景点，会吗？我做过最详细的就是在高德地图上面标出来我要去的几个点，完没了。我如果是自己去玩的话，几乎没有过。就是随便，我可能到那儿之后，我可以搜一下这里最有名的是什么，对，走哪儿算哪儿了。我也是，我最多的就是在小红书上搜一下，比如说我要去某某城市，那些城市的景点，我会在备忘录上打出来再走。我倒不会，我连备忘录都不使用，我直接就是高德打开目的地搜索，然后然后打到那儿就好了。不是，我的那个旅行不是从我落地那一天开始算，是从我开始做计划，对，做决定去那个地方开始做计划那天算。那新疆你决定好了？没有，因为不是因为那是你已经有朋友他们在弄了嘛，就是如果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不能做决定的人太多，不然出现不同的意见会很多。你知道这个决定，你知道那个计划还有每天要干什么是谁定的吗？谁？是我。哇，好棒！是我定的，我是为了他们做了一回 J 人。我原来从来不做计划的，我那天查了一晚上的小红书，然后我说哪块好玩哪块不好玩，这个点有什么那个点有什么，我还问了我乌鲁木齐的朋友，他们说哪个地方好吃，然后我们就详细的列了8天的计划，每天要干什么。哇塞，这是我唯一一次做 J 人，然后我以后再也不做了，太累了，真的很累。但是我做计划的时候，我感觉好开心，就我都已经会想到说我在这个地方会，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甚至会详细到那一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要吃什么样的东西，这种。No， 就其实相当于这一天的整个旅行已经在你脑海里面过一遍。对。但这样的话会很没有惊喜感。没有啊，到了那我就会觉得实现了。但是他这样会很有安全感。对，很有安全感。就是这种计划感已经超出了说你想要的那种，你不需要惊喜感，但是你会更希望有计划感、安全感一点。对。就比如说，去国外玩的话，我觉得这种计划和规划是一定还是要有的。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在国内就是说走就走，但是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可能还是要做点规划。对，或者至少要把它带在身边。哎，我也不会。如果是去国外的话，我可能我能接受，就是如果你跟我说明天要走，你让我收拾一下我自己的行李，我是可以接受的，就完全不做计划我也能接受。拉姆可以接受吗？我也可以。你看吗？我得把它带着，它很好用。因为我会凌晨就开始已经开始去哪儿开始。对，要买什么也会提前跟你说好，比如说兑换外币啊之类的，也会帮你弄好之类的。但是作为 P 人来说，很喜欢有这样的勾人朋友啊。对，我很喜欢，对吧？我也喜欢，而且我经常出门就是都是 P 人朋友，因为就是他们就是随便都可以，然后我说行。
那就跟着我走。对，你就是 P 人世界里的一块宝，真的。而且本人很听话，从没有任何怨言。我也是，指哪儿走哪儿，从无怨言。我甚至都不挑食。但是我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可能有些人就跟你我会特种兵，但可能跟他们俩我就会稍微慢一点，这种更好了呀。这种勾人，确实，勾人是我们的拯救者。对呀。就是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是三个屁人聚集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啊！去哪儿啊？都行啊！我遇到过，我真的是崩如溃，就是哇塞！就是当时我们3个人蹲在那个大马路边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说找个酒店，然后我们去住，说好，说找，我真的在找，我一看。2个人在刷小红书，我说不是找住的地方吗？干嘛呢？然后他俩就是不紧不慢的在那儿，就不担心。我说咋呢？今晚要睡这马路边了是吗？就是完全就是很随性，对，就很崩溃。但是如果说是遇到一群都是 P 人，然后且是这种情况，我可能会成为那个 J 人，我可能会去当那个 push 的人。对。但你不觉得在路边蹲着也很有意思吗？我可能是你在你旁边那个说要找旅馆刷到小红书的那种人。对，那你们会不会就是有没有在旅行过程中，因为没有提前做好规划而出现一些意外，或者是没有实现的愿望，或者是一些遗憾呢？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就是我元旦不是去那个新加坡玩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新国立参观，然后买一个那个新国立的小熊，但是因为我本人是完全是 P 人，然后我朋友他也就是没有规划，就是没有查到那么仔细的攻略，就我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关门了，然后第2天那个店也是关门的，就不营业，我就没有买到那个小熊，我觉得很遗憾。对，是那样的是吗？对，你们会有这样子因为没有做好规划而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我身边这2位。对，我觉得你们俩肯定会，你都没赶上高铁啊2次。但是总会有解决办法，我没赶上。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经历。谢谢。是哪里没有赶上？是也是有一次录哭哭聊，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搬家，然后我搬家的那个地方我已经住了2-3天了，但是我没有就是打车打特别远过。然后那天我就是其实时间我完全留好了，我留1个半小时去，总够了吧？我家离南京南站大概40-50分钟那个对40-50分钟。然后呢，我当时我已经到楼下了，我打车死活打不到，半个小时我都没打到车，我急死了。然后最后打上了，结果你知道吗？就是车刚开走，我刚到南京南就是然后我就没赶上，只能改签是吗？这样的。但是我当时其实也很着急，非常着急，我很焦灼，我觉得天哪，我说没赶上，我就开始非常的自责愧疚。然后他说没关系啊，你明天早上一早来就好了。对，我已经帮他看好票，我还帮他看了，我说你要不今天晚上坐动物过来，第2天早上到，或者你明天早上一早过来就行。这太情绪稳定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种时候又觉得他的这种方式是对的，告诉你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不是说你先别急，你先别急。那时候说这个确实也没啥用，有点恼火了。你跟我说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我好像没有过这样我就是我会迟到。但是我也会迟到，P 人迟到是常态了。但是那种远距离的旅行，我可能就是从来没有说赶不上高铁或飞机。但近距离可能说1个小时或2个小时的话，我一般就直接到了高铁站再去买票的那种。对，我们俩上次好像就是到了高铁站才买的票。我之前就说要不我们先看看票吧，然后张张就说没关系的，这票很多，我们到了再买。然后我说行，那行吧，再买呗。对，我那次也是因为我刚搬家，这个算是突发情况嘛。但是那次知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迟到过了吧，就是再也没有就是说没赶上高铁过。第2天第二天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北京会这么堵北京堵的就是也是我刚到车刚开走。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巧。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特别突发情况下，其他的时候我可能也是会。如果说我没赶上，我看着时间我赶不上，那我就改签吧，就是比较随性一点了。而且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觉得还好吧，会有一点遗憾，但是下次还可以去嘛。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记忆深刻的地方。我觉得旅行当中有一些遗憾也是，对，会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张张旅行当中有过这种突发的事件吗？因为没有做好规划的事。
倒好像没有，也可能我忘性比较大。我觉得什么事我都可以接受，什么啊？你怎么这么多遗憾？就之前去，在我大学的时候去成都玩，然后当时那天也是，就是像他一样，就是去哪儿，不知道去哪儿，跟几个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太热了，我说那我们去那个四川省博物馆吧，是有这个地方吧？哦，去哪儿？打车特别远，去到那儿之后，关门了，周一今日闭馆，也没有监察这个开不开门，反正我们说去那儿吧，一去闭馆了。好了，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很随缘，很随性。那你就可以看看那个博物馆旁边有什么好玩的，去玩一下，买一下你的纪念章吗？纪念品会买的，买个小熊猫。没准就是因为这些意外，反而发现了一些对意想不到的收获。对，可能比如说你到了那个省博物馆，就去周边逛一逛，说跑都跑这么远了，那没准就逛着逛着，突然发现了一些其他人没有挖掘到的一些宝藏小店什么的。是。对。那关于社交媒体方面呢，你们会有规划性的去规划自己的账号吗？或者自己经营的内容，还是？我觉得做账号这个几乎都是大概都定了吧，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方向的，只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尝试。或者说你们有那种更新频率，你们会有比较固定的吗？还是我感觉好像我其实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你们3位都没有什么。我之前会有，我刚做账号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强制自己至少隔1天1更，或者隔2天1更新的。那不会累吗？每天因为是图文就很好跟。就是刚做账号的时候。那楚是也是有那种非常规划的跟。对，他经常更新，我经常刷到他。经常更新，除非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会跟得很慢，但是我也会跟大家说。对。那你在旅行的时候，比如说你连续7天或者10天去旅行的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提前囤。我就会大概算比如说去10天，我2天1更的话，可能大概要个3、4条这种，我就会提前准备好。真的吗？对。哇塞，我觉得这个简直了。拉姆也会这样吗？我想到什么拍什么。我也是。说断更就断更。我也是。我在前天我更新之前，我断更了快半个月。我完全差不多不能接受。会经常性断更，感觉会被忘，感觉都被遗忘了。我不行，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一旦断更半个月，我之后可能很难再想起我还要更新，我就会算了，反正都已经这么久不更了，就不更吧。再久一点好像也没关系了。所以会强制性就2天2、3天1更。那你会对发布时间有要求吗？就一定要黄金时间段。我其实有。所谓的黄金时间段是几点？就是根据自己的粉丝活跃时间来。我倒是没有什么黄金时间段，但是我会有一个大概固定的时间段。就我喜欢晚上可能7到9点这样子发布。我是晚上5到7点左右发。我也是5到7点。我跟你差不多，那咱们3个。那其实这个就属于我们的黄金时间段了。但这样子其实那就是大家还是会选择，会有一定的偏好。会。即使我们是 P 人，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偏好的。除了这个旅行当中，我们其实学习和工作当中也会有这个 P 人和 J 人的区别。比如说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作业，是写论文，截止日期距离你今天布置的时候还有10天，你会从今天布置开始就规划好我每天要写多少，还是把它囤积到后面2天突击？No， 肯定第一种啊。第一种，我从来不会做第一种。第一种，像我就知道我们俩可能属于后者。我也是后者。你是后者吗？我也是后者。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是毕业了才敢这样讲。就是我以前上初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给你一支笔，一个晚上，我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我也是，我可以一晚上赶完3本那个寒假作业。我也是一边写一边在那哭。我也是，我就开始非常后悔为什么要玩，但是下次来了依旧是这样子。而且你知道小时候干过最蠢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偷偷撕几页，以为老师不会发现。应该所有人都干过这种事。但其实很明显，很明显。我从侧面一看，那缺了好多页，很明显了。我们的小心思。我之前是这样子的，研究生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他是要写一个
结业论文报告和一个 PPT 的，但是那个课呢，我有几次因为有事儿就没去上啊，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结业的标准是什么，结课的标准是什么，我就看老师上面写的说至少要写20页，然后但是第二天就轮到我报告了，我还一字没动，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特别着急，然后我就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准备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多，因为我10点汇报，然后做完了一个 PPT， 写了20页 Word 报告，然后那个 PPT 做了大概10几页，然后上去我汇报的时候，老师说你这个 PPT 也不够20页啊。我说老师，我 Word 报告写够20页了。他说我们不要写 Word， 我们只要一个 PPT 超过20页，你这个 PPT 没到20页，你这个是看怎么办？你是要自己再补2张呢，还是怎么补？我说老师，我回头再补一些吧。还多做了个 Word。主要是我那个写了很久，超级累，对，就是没有做好规划了，就是赶一晚上白工呗。对，但是也过了啊。对，也过了就好，也过了，就是让我想到了当时压力很痛苦，就是当时真的想流泪，因为写20页 Word， 你知道太多内容了。我当时真的是一边想流泪一边在那写。哎，在自习室里面会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男人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当时还住宿舍在宿舍里写的。对，真的。P 人还是要为自己的拖延买单。要的，是的。我写论文的时候也是一边在那里哭一边在那里写。我也是，我永远忘不了，当时也是在录邮件，我永远忘不了我写开题那段痛苦的时间。那你们是不是要答辩？对，要答辩。我不用答辩耶。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用答辩，因为我们毕业的话是需要论文、开题报告跟我们的实际操作的一个课程的分数，这3个结一块我们才能毕业。我们的答辩变成了实操了，就变成。你是什么专业啊？我学那个船舶驾驶航海技术嘛。我们的结业可能就是说把那个你要去那个船舶模拟器那块要模拟一整天，就是各种情况我们都要学会操作，可能一整天过后老师给你打个分，然后你过了之后就过了。哇，好爽，好神奇啊！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我们去主持一档节目，然后主持好了，然后就可以吧？那我觉得还是选择答辩会比较安心。我觉得答辩我会选择主持，主持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那我也不想答辩，那也比好几个老师坐你面前就挨个看你的论文问问题哦。主要是我都不知道我论文我自己在写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痛苦。论文还是靠 D 老师和 C 老师。有没有可能就是老师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自己的论文里面哪片提到了呀？就是老师可能会针对你的论文提问题的时候，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写过这一段呢。是啊，我有过，我有过。然后我说我找一下哪里。然后但是我们老师都很懂，他会提醒你第几页第几段。我说我想起来了。就是这样子，好有意思啊！大家完全没有过经历，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实践性的东西。我也是，是吧？理论的东西我会觉得我记不住，更喜欢上手，要那种打在身上才知道疼的那种。这个形容。楚楚就是一般在复习之前就会已经制定好复习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去准备，而且按部就班的去。对，但其实也经常可能说，比如说一天我要复习个20面，然后我可能最多复习个15、16面，我说不行，太累了。那就囤到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又是，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我其实一般都会多预留一天，但是我不会写在那个计划表上面。明白。对，就是给自己一个容错的机会。但是我很喜欢看楚楚的那个期末的 vlog，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学习13个小时的那种对，我很喜欢看，就是别人放一根特别粗的蜡烛在这里说学习到这个蜡烛熄灭为止，我就很有意思。但我真的可以就是一直坐在电脑桌前，就是搞，就是一直学习，中间不间断吗？可能吃个饭这种。就是你不会说你学着突然说我查个资料，查着开始玩手机了。不，因为我也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我很急。那你还是艺人呢？还是赶？但只有期末周的时候会这样了。对，期末周。平时考试的话就也是。学累了，奖励自己玩半个小时吧，学1小时玩半小时。不然的话也是，就是给你3天创造一个奇迹，是吗？是这样子的。
临时抱佛脚。哎，就是那你那我们刚刚已经聊完了 P 人很 P 接人很接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 P 人做过很接的事情，或者接人做过很 P 的事情？你说我们自身吗？对啊，那还能是谁？你呀，聊聊我是吗？啊，你有没有做过很那什么的，很有规划性的事情是吗？我暂时没想到，完了，所以我说等你们看有没有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肯定是做过的，或者猪猪有没有做过很屁的事情？我感觉他不会耶。没有啊，就我刚刚说我去吃早茶这个事情就算是吗？不算吗？而且这就是你的屁了吗？因为我都那天是因为最早的票是第2天的哦。那我这样也有，就是也是拍商务。就是有段时间我的商务都囤积到一段时间了，然后我那天要拍很多个商务，然后我就做好了规划，就是找好了场景。因为其实我就是拍商务，它其实要跟客户提前确定场景和服装嘛，对，所以我就尽量能简单就简单，尽量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场景里，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场景，把它规制好了，然后导致我那天一下子拍了5套商务，5组，所以那个算是我比较有规划性的事情，就我提前就想好了，我要在某一天把它拍掉，然后我就跟客户就是商量了拍摄的时间，然后拍摄的地点和拍摄的服装，所以那天效率特别高。那挺 J 的啊，那一天其实只有那一天了。OK， 你的人生都是 P 人的人生。对，所以我就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刻？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吧。我觉得应该会有。拉姆有吗？有。那也有，你这么说，你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在家一天录了3个视频，也是，对。我好像做过最 J 的就是把家里面1天之内大扫除，然后收拾完，就搬完家之后，就你不会突然间跟抽风一样，大半夜2点起来收拾家务吗？我还会把布局改一下。哎，我那天就是我来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我2个朋友在客厅，就是玩电脑的玩电脑，玩手机的玩手机，我自己一个人扫完地，我又拖地，然后又开始组装我买的一些各种架子，会组装，我一个人忙活过来忙活过去的，走过去走过来，他们跟我说话我都不搭理，只想自己搞好这点事儿。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越收越多，真的是这样。但我发现好像 J 人让 J 人做 P 人能做的事好像很难呢。好像比如说你们会干什么呢？受不了。我们就是懒和拖延。我也懒，我形容了。我们叫随性，随性不是懒。随性啊 ，OK， 好。对。然后，如果我一个 P 人，我打乱你的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要早起去看升旗，但是我是这个人，就是你把任务分配给我，就是定闹钟或者把大家叫起来，但是我没有醒，我没有把大家叫起来，你会崩溃或者生气吗？我不会。那只是你情绪稳定了。对，因为我觉得总是所有事情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如果这个事情找不到解决办法，就说明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无解的，那就绕开这个问题就好了。对，就比如说，看不了山线，那我们去吃东西吧，或者说那去这个景点吧。如果说已经所有景点都玩完，他说那刚好就当放松一天，我们就在酒店可能自己几个朋友玩一玩。那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们出了一趟特别远的门，就是为了去那个地方看某一个景点，但是因为某个人他导致你们这个路上时间变得很久，然后没看到那个景点，会崩溃吗？我得看他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如果是有当然了，应该一般也不会有意，就有人遇上堵车，就是因为他慢了，堵车了。对，那这种情况下我是 OK 的，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下次不可以这样子了。对，但是我也不会说可能跟他吵架什么的，不会，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几个人出来玩是为了开心啊，和朋友之间就是一起放松，并不是说在工作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什么的。我说咱们还有这么多天，这么多日子，这么多年活头呢，这次不行，下次再来呗。对，因为我就想到我有一段经历是这样子，就跟我一个朋友出去旅行，他就特别想吃那家店，我们原本计划定的是10点半从酒店出发去那家店吃饭，因为那家店要排很久很久的队，如果10点半去的话可能就不怎么需要排队。
然后那天因为我在收拾行李，我可能慢了几分钟，可能大概10点45左右出门，我就问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没吃上这个饭，你会不会生气？然后当时跟我说他会生气，因为你收拾东西太慢了，而且他当时提了意见，就是说我要不要帮我一起收拾东西？我说不用，我说这个是我可以自己来收拾，因为我自己的行李我要自己收拾。然后当时他说因为你没有让我帮忙，并且我可以帮你的忙，然后因为你这样导致我们没有吃成的话，他会难过和生气。会不开心，不是生气啊，就会不开心。然后当时听到之后我还挺难过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和人出去玩也是注重开心为主，其实好像要做的那件事情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就尤其在旅行当中。但其实也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你也得去包容别人的。对，我能理解了。其实应该也要理解，就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有意思，而且是可以在这个规划内做的。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吃到了，并且没有排队，我可以吃到。对，所以当时就是很顺利，很开心。就是我们大概已经聊完了这个 MBTI 的8种字母，是8个字母吧？对，8个字母。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要理解就是不同的这个字母对应的他的人的这个性格或者是相处方式。比如说，有时候 I 人累了，他就是不太想说话，他可能就比如说 E 人就说啊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生气了之类的？他可能不是，他就是简单的累了，需要充电，不是对你有意见之类的。我觉得可能要考虑到每个字母的不同的差异，所以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一下每个不同的角色。对，是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有想说的吗？就是你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不是说我大晚上给我朋友打电话吗？就是因为我也有 I 人朋友嘛，就是就是 E 人朋友，如果深夜真的他就是已经很深给你打个电话，其实他可能真的就是需要你给他充电了，就并不是说是无理取闹类似于这样子，他可能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把自己给哄好，这样子需要你去给他一些这种能量的支撑。对，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也差不多大差不差了。MBTI 和这个8个字母我们也拆解的比较剖析了一下，对，拆解的比较清楚了。但其实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就单靠这几个字母去完全的把我们定义掉，我们每个人一定是有差异化存在的，我们也不一定可能完全的按照这个字母的刻板印象，就是我的性格之类的，大家每个人还是有每个人自己的特点的。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拒绝标签化。是的，我们要保留自己的个性化。对，可能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快速跟人切入社交的一个方式而已，就觉得是这样子的，不能说你拿这16型人格就是完全把这个人定死，对，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会很有意思聊这个，但是我不会说我真的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性格，我就是这样的特点。对，我也觉得形成刻板印象，我觉得不太好。是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以上的所有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张张和楚楚来我们的酷酷聊，也谢谢你们，谢谢，今天聊得很开心。对。好啦，那每周五晚6点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酷酷聊、优酷、抖音、小红书直播间的正片，同时呢，也可以在 B 站、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查看正片。那最后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小红书酷酷聊主页加入官方粉丝群，分享你们的感受，我们都会定时收看的。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好，拜拜。